国画哈，为什么叫国画啊？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国旗、国歌、国花，那当然有他们自己传统的绘画，称作国画。那我们的国家的国画就是包括什么呢？水墨画，还有彩墨画，还有墨彩，那还有重彩啊这一类的综合通称为国画。那一般我们学习画国画呢，应该先从四金子开始。那四金子等于是国画的一个入门。画了四金子之后呢，你对国画的用笔用墨就有一个概念。那一般我们的国画呢，假如是你要学习的话，从四金子开始啊。那四金子是指哪个呢？就是梅兰竹菊啊，这是文人画最代表的题材。那文人画呢，很讲究这个题材入不入画。它结的四金子呢，代表君子的一个情操啊，君子的风骨啊。这个一般我们画这个国画，先从竹子开始，因为竹子呢，它大部分都是直线的练习。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示范啊，画竹子。那竹子有两种画法，一种是羽竹，也叫垂竹，啊，就是竹子的品种比较大一点，像我们包粽子的那种竹子的竹叶很大，麻竹。还有一般我们这个在夜市啊，这个餐厅里面吃的这个绿竹笋啊，那个绿竹的叶子也很大，都是下垂的。另外呢，像那个叶子比较小的，有些它都会向上啊，那个叫擎竹，也叫仰竹，那画法又不一样啊。今天这一次我们要示范的就是这个羽竹，也叫垂竹的画法。首先我们毛笔一般都是先把毛笔洗一洗，然后笔尖呢，我们再来沾墨沾了墨之后呢，我们先画竹干画竹干的话，都是从纸的外面画进来。一节一节的画上去。那画一根竹竿要沾一次墨，要一气呵成。画的时候一定用中锋画出来，而且呢，硬笔很讲究，一定讲究这个硬笔一定要有它的线条之美。那在一个画面里面呢，当然你可以画单单一只竹子，也可以画两个竹子当然呢，你画这张画的时候，一定要先构图，构想好这个中国人讲的说要立意在先，也就是说要先胸有成竹，然后再画下去。两根竹竿在一起，可以有粗细的变化。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开始点竹子的节。它这个节我们都画得很分明竹子又经常人题字提着高风亮节所以画的时候要很有骨气。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添叶子。添这个叶子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个主题的地方在哪里？主题的墨色都要比较浓一点。画叶子一定要画出竹子的动态出来。我们一组一组的把叶子组合起来。有时候叶子可以把竹竿直接遮掉，不过你的墨色要比它浓，表示在竹竿前面的叶子。注意组合的时候，叶子要有疏密，当然也要有浓淡
前面的叶子都比较浓。我们画国画，大部分都是以浓淡来分演进。像这边如果在添叶子的话，一定要添淡一点的叶子。毛笔可以沾水，沾水我们就因为刚刚有墨嘛，沾水就会把它稀释了。这样画出来的叶子就是比较淡的，比较淡的代表是后面的叶子。一般我们画蚁族的时候，硬笔一定要很潇洒，干脆利落。古人常讲画蚁族要怒气写足，意思就是说你画的时候不能迟疑，硬笔要很有精神。就好像在生气的时候，在画画摔东西一样，干脆利落。叶子画完以后就要补小枝那小枝怎么长，你自己要构想好。太近的地方长小枝，姿态不漂亮记得哦，竹子的长的枝是错生的哦，这边左边长换右边长每一节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画竹子一定要了解竹子的生态。要去观察竹子。这个小枝也是有节，到后来靠近叶的地方就不要节，不要画得那么清楚了。画小枝有些可以直接画到枝叶上面，表示是枝是在叶子的前面，有些在后面这个小枝的节是要把它点出来。这边的我们可以从这里长，也可以从这里长。当然是两个选择的话，我是建议从这边长，这样的话可以表现出竹子的动态出来。这个画好之后呢，我们看画面的需要，可以旁边再补个新长出来的这个新黄，就是新的竹子、竹笋。它尾巴的小叶子事后再补。有些竹笋的这个笋壳外面有斑点，你可以未干的时候就点出来那这个你看这一幅竹子，最浓的叶子就是这个主题的地方，要墨色要比较浓。叶子比较浓的时候，它看着就清楚，就感觉好像是在前面的。画的淡一点的，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清楚，就变成在后面的叶子在这个靠近画心的地方都可以做一个主题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叶子的墨色要浓。那旁边陪衬的后面的稍微淡一点这样的墨色的变化，它都有很多层次的变化。这个画这个竹子的话，你看这个硬笔一定要很干脆利落才能够表现这个竹子这种精神出来还有这个文人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情操所以我们在画竹子不能画得软弱无力硬笔很讲究都要讲究的很有骨气的样子。那这个竹子，你看那个叶子那个下垂那个动态一定要表现出来，一定这样的话，这个竹子才会很生动那至于这个竹竿上的安排来讲这个两根竹竿在一起一定要有粗细的变化，还有这个节不要一样高，要错开来那刚刚我们画这两根竹竿，觉得画面比较空，我们在旁边再补一个新长出来的竹笋这个叫新黄这个竹笋，这已经长高的竹笋了。这个壳长大了以后，它会掉这个每个包的地方，像这个地方一定有一片这个笋壳，那掉了以后，这个地方是长枝出来的地方。当然，这个枝可能是一个枝、两个枝都不一定，但是一定同一个生长点
如果这边长枝的话，就要换这边长枝，再换这边长枝，要错开来啊。这个也是一样，这边长枝就要换这边长枝。如果有枝的话啊，当然在画面里面不一定要跟自然生态一样，每个地方都长得满满的，变得很杂乱啊。画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啊，它这个构图的完美啊，还有就是画面的这个整个的安排要有美感，所以不一定说自然界长的样子完完全全都照样搬来，一定要有取舍啊。这样的画面才真正的达到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画完之后，我们就给它落款。那以这张来讲的话，落款的位置，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空一点哈，比较适合写在这个地方，而且要由上而下写下来啊。我们现在再来落款啊，一张画完了之后一定要落款，落完款盖了章以后，这才是完整的一张作品啊。如果不签名的话，不管中西画不签名就是未完成，而且落了款以后，代表画家对这张作品啊负责的这个态度，也是证明这张是你的作品真迹啊。来，我们在旁边这边落款，我们可以写一个跟竹子有关的啊。那最常用的啊，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最常用的叫竹报平安啊。因为以前呢，这个纸还没有发明之前呢，都是用竹简啊，古代是用竹简，就一片片的竹子串起来，然后上面这个可以写家书啊，报平安啊。那这个为什么叫竹报平安？因为竹子以前就是切成薄片，变成竹简啊，当做书信来书写用。那接到这个的话，代表说人他还平安嘛啊。这个竹报平安啊，2014年陈明显，然后再来我们再把章子盖上去，才算完成啊。这个章子的话要配合画面的需要啊。一般我们粘印泥的话，这个章子要慢慢的、轻轻的多粘一些，这样才会粘得均匀。章子盖的位置也很讲究啊。盖印章的时候要重按，然后4个角都要按到啊。拿起来的时候也要4个角慢慢的拿起来，这样才会盖得漂亮。啊，我们可以盖个对章啊，上面的是我的这个别号章，下面是我的姓名章。好，这样就是一张完成的作品了。